这曲苏州评弹赞唱的不是江南之美，而是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缂丝。五彩的蚕丝串联在一起，织绘成缤纷画卷。这些是珍贵的宋代缂丝画作，它们细微备至，艺术之精湛超越了常见的丝绸织物。宋徽宗曾为缂丝名家朱克柔的一幅名作《碧桃叠雀图》题诗：雀踏花枝出素晚，曾闻人说缂丝难。要知应是宣和物，莫作寻常只笑看。缂丝技艺一度专为皇家御用。明清两代帝后服饰中有很多是缂丝织就。缂丝常常以真金作为丝线，织造工期又极为漫长，因此价值非凡。民间有一句赞叹：一寸缂丝一寸金。一寸缂丝自古龙把最初在苏州，74岁的王家良是清代宫廷缂丝匠师的后人。从道光年间他的高祖父算起，缂丝技艺在他的家族传承到了第6代。王家良在热闹的景区开了一个小店面，随时都有游人在此驻足，对他的缂丝技艺产生好奇。王家良专注于手中的一丝一线，他正把一处苏州风景刻制成山水画卷。像这个颜色就很像黑色，就深绿是最边上。这幅作品整体为绿色，王家良根据色彩的浓淡变化，制造出类似国画的晕染效果。在缂丝艺术中，这是一种高超的呛色技法。看起来很相近的这些绿色丝线，在王家良那里有着精准的区分。那您眼神够好的，能够分辨清楚。像在我看来，这两个颜色就是一样的。差不多的啊，但是有区别的。这个是地色、地二色，这个底色，这个第4，这个第5、第6、第7、第8。就是用于绿色的渐变。都。所以在很小的区域里用了9个颜色。9个颜色。这是王家良家族制造的缂丝作品，把它们放在逆光下观看，光线穿透织物，呈现出许多细微的小孔和缝隙，造成一种雕琢镂刻的视觉效果。有人称它们是雕刻的丝绸，缂丝由此得名。这种雕刻般的梦幻质感，来自它独有的织造方法。
对比常见的织锦，所有的秘密就在于它们的经线与纬线在结构上的差异。这是织锦的组织结构。织锦常常采用通经通纬的方式，纬线从头到尾贯穿全部经线，长长的纬线通过在经线间疏密有致的穿织呈现花色。相反，缂丝在织造中，纬线并非一贯到底，而是根据纹样的轮廓或色彩变化，在一个个限定的局部往复穿行。当同一纬线抵达相同色块的边缘，就掉头折回，这种织法被称为通经断纬。通经断纬让缂丝有能力以最简单的组织结构处理任何复杂的图形。这种织法迄今不能以机器代替手工实现大规模生产，也无法在技术上造假，缂丝因此更显得卓而不凡。在丝织品家族中，缂丝是一种可以两面观赏的织物，正反图案相互映照，花色一致，这是缂丝的一大标志，也是通经断纬的结果。王家良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普通的缂丝技法，他的绝技是制造一种两面迥异的作品。这一块是有叫三余，三种不同，这个地色不同，这个面金的，这一面是银的，第二个这个面呢一个丝一个绸子，反过来是这个绸的，第三个呢这一面是花线是真丝的，这一面是金线的，或者不是两色的，这个是一人做的。那它在技术上跟普通的缂丝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我不讲的，这次我没有饭吃的。王家良9岁学习缂丝，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，他得到父亲的真传。这门家传技艺历经几代人延续不断，已经融入血脉，长在他的身上。王家良一生经手过各种高难度作品。2006年，一件特别的样图交到他手上，他才感觉遇到了真正的难题。这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龙袍，缂丝12张，福寿如意纹滚服。首都博物馆新馆开放，馆方已在几年前开始筹划将明定陵的万历皇帝衮服进行复制，用于展出。复制工作之难超乎预想，难点集中于龙袍在纬线编织密度上的要求。
最难完成的就是纬线的密度，每公分100根，1毫米中间你就要织10根儿，一想，这个难度就是很难达到。一般的好比说你到40、50，顶多到60，感觉到60就感觉密得不得了了。王亚荣主持龙袍的复制工作，他和同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能够胜任的缂丝织匠。几年里，他们历经波折，依然不能确定人选，技术指标成为最大的推进阻力。一到最后呢，就因为原来我带的一个研究生吧，他的课题就是专门研究缂丝，正好他在这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个苏州还有一家，说那个他那个叫王家良。这是王家良在苏州的缂丝工作间，有7、8台缂机的规模，缂工大多是他的家族成员。这是王家良新晋访客的一件作品。这个是龙袍吗？这个是凤袍，不是龙袍，这个是王爷妃子穿的。妃子穿的。哎。就很有那种浮雕的感觉。哎呀，这个是真金线做的。真金。哎。24K 金吗？不是个18K 的。18K 的。18K 的这个是。好大。这样是吧？对。我也算是后妃了。王家良的曾祖父将缂机搬到船上，从苏州沿着运河北上，一边行船一边赶制凤袍。2个月后，船只抵达北京，凤袍刚好完成。当地文献记载，王家良的曾祖父王锦亭曾任宫廷匠师，专为清代皇家制作缂丝。当时大量丝织匠人都受雇于官办的苏州织造署。今天的苏州第10中学还保留着织造署的遗迹。历史上，苏州织造署与江宁、杭州织造署并称江南3织造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、祖父的内兄李煦都曾担任苏州织造一职。织造署曾建有皇帝行宫的一部分，康乾2帝共
受邀来到北京，准备接受万历皇帝龙袍的复制。在首都博物馆主持复制工作的王亚荣和他们第一次相见。反正给我感觉呢，是老老实实的手艺人，尤其王家良连普通话都不会讲，是吧？他的儿子呢，比他讲的好一点。这个主要是复制，要跟原件基本上要一致下来，所以挺难的呀，压力挺大的。王家良父子面对的是一件飞升海内外的文物，复制文物要求忠于原件，严格依照原件的体量、形制、质地和图案等历史信息，并采用原有技法进行操作。这项严肃而有难度的文物科技工作，要交付给几个民间艺人来完成。王家良父子意识到，这和他们以往制作仿古作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虽然对刻制龙袍他们并不陌生，龙袍的原件已不允许拿出观看，这更加增添了难度。为什么就见了这一面你就有信心他们会做好呢？起码看这两个人都是老老实实的，手艺人，是吧？就是他甭管他听他的谈吐啊，看他们的一些了解的一些情况来讲，那这是你可以信赖的。另外，反正在那时候吧，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，你也不可能就是在，因为时间也耽误不起啊，是吧？所以就后来定下以后呢，就赶快，他们就从那个就是选择那个制备那个线，我这就来讲就是把图稿给他一个准确的图稿，这工作都已经开始了。2006年，王家良发动全家启用5台刻机，开始对万历皇帝龙袍进行复制。细而均等，每厘米要安排22个空隙，让经线穿行其间。并非每一次都那么顺利。要不你试试看？我可以吗？可以的。让他试一下。你这个有拿住。这个拿住。复杂是不复杂的，就是一个扣里边穿一根，不要那个穿2根筋，你不能空掉，就是这个就好了。往上。对。来，开始。啊，穿了2根。没有。对。你看看。
上去。为什么要用梳子呢？这个距离这么宽度，所以这边狭的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用梳子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距离都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1400多根蚕丝线严整排列，构成一个完整的经面。这些纵向的丝线相当于缂丝的骨骼，在刻制过程中，它们要确保平直坚挺，不能松懈。压住以后，往下卷的时候，不是这个都直了吗？都紧了吗？所以这个劲都直了，是不是？这需要很大力气吧？对，这个要很大力气把它绷紧一下，这样绷一下的话嘛，较紧了。王建江把龙袍的图稿描摹到经面上，这意味着那些精美的花色即将渐渐呈现。这是制造龙袍要用的金线。中国传统的捻金线工艺要求先将黄金捶打成极薄的金箔，再以蚕丝为心线进行包裹。使用金线是奢华的象征。这是制作缂丝要常备的蚕丝彩线。万历皇帝龙袍一共使用了28种彩线，分辨28种颜色也许并不难，要选的精准就成了对眼力的挑战。那个蓝色单看颜色很像，你这一织出来以后，那个茎组织点和尾组织点，因为丝线嘛，它这个就是丝光的反射不一样，它整体的颜色可能就要弱一点，或者是要稍微强一点。让王家良父子更感艰难的是缂丝尾线的密度。以往缂丝作品要求细经粗尾，经线细，尾线粗，这已经成为缂丝技艺的一个守则。而万历皇帝龙袍恰恰相反，它的经线粗于一般作品，尾线却细到每厘米100根，其密度是一般作品的2倍多。100根，这是难以接近的一个数值。这个线是要试的呀，你线粗的话，用力拨，你还是拨不到100。你太细了的话，那个线那要超过100根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是不行。尾线那么细，一细它就容易断线，是吧？而且它都要在比较潮湿的时间，另外有些季节它太干的时候，它就不能织。开工几个月后，王家良父子把刻制好的一片龙袍样本送到北京。样本被驳回重做，问题还是集中在尾线密度上。虽然他选用了粗细均等的尾线，但排列的密度却不一致，总在每厘米100根上下有所偏差。为了达到龙袍原件的密度要求，王家良父子从苏州往返北京7次，不间断地修改和送审样本。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密度问题，却令这些资深织匠手足无措？原因就在这个动作上。缂丝在制造过程中，每织入一次尾线，缂丝织匠都会用竹制的钵子将其打紧。他们的手力越均衡，节奏越一致，作品就越匀平齐整。相同的动作每天重复几万到10几万次，总会有淘汰率产生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人的手永远输给机器。为实现每厘米100根的尾线密度，缂丝织匠要使出成倍的手力，
完成这个打紧的动作，对力度的把握必须准确，并保持长久而稳定的发挥。稍有松懈，就会造成整块作品的败局。文物复制的超高要求，让这种手工技艺向极限开进。经过几次实验以后，他们知道一直都是一种很紧张的，形成了一种新的就是工作惯性，他就慢慢的是拨那个尾啊，他就都能达到要求了。这是龙袍小样最终的面貌，它的紧致细密超越了常见的缂丝作品，织物表面的那些标志性的小孔消失了，一种类似瓦楞的结构效果呈现出来。这种独特的质感是它的灵魂。手工技艺从不会因为繁琐而止步。这些孔雀翠羽将把龙袍推向奢华与梦幻的顶峰。首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将孔雀羽毛制作成线。一根羽毛长有上百根小羽，上端的太细，下端的又太硬，只能选用中段那些既修长又柔韧的。经过打结的孔雀小羽与蚕丝粘在一起，就制成了华丽的孔雀翠羽线。为了让王家良父子顺利完成龙袍的复制，首都博物馆承担了这项浩名之将，耗时3年。这是王家良和家人所经历的规模最大、工期最长的一次织造任务。这是一个需要突破无数困境的文物工程。谁能体味他们的辛苦？因为长期劳作，许多病或出现骨科症状，他们还要常常忍受漫长工期带来的精神压力。像我们做这个缂丝呢，就是对眼睛特别是伤的。像一天下来工作8个小时下来，看远的东西都看不清了。我们闷的时候吧，就是开那个收音机啊，听听那个苏州评弹，就是干活的时候。
请王家良制作龙袍的人多了起来。但是一切不会因此而打乱。王家良像过去一样，每天纺线、织活、听评弹，活做累了，到他熟悉的老虎灶茶馆打发时光。他永远的沉默寡言。关于家传技艺的因，只是不知道祖先是什么态度。王家良的父亲有一儿五女，最后只把手艺传给了他。传子不传女的门规，到王家良那里就不再执行。他把女儿和孙女们都教会了。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，它的制作流程凝结古人无数的智慧。如今的斫琴大师，是否能让我们听到源自上古的声响？请收看《探索发现》下期播出的大型系列片《手艺》第2季之《思同为情》。